转眼之间，排位已经过去整整1周啦。这一周真的是跌宕起伏，无论是老牌强势的卡主，还是突然爆发的黑马，都让整个环境充满了惊喜和变化。如果是新玩家，今天介绍有蛮多的都是旧时代的构筑，基本上都可以用沙子来做兑换的动作。而今天要介绍给大家6套让大家轻松上分的构筑，而他们就是。大家好，我是Tony阿成。目前观看视频的人数只有284有订阅的。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订阅和按赞。那我们正式进入本期的视频吧。首先，第一套要介绍的是达克莱伊和阿尔宙斯的组合。这一套是上个版本末期开始出现的构筑，在这个版本的表现目前来说是越来越好的，也是目前可以算是最适合配合我们这个宝可梦的这个构筑。前天的视频有观众跟我讲解了它的强点，我去测试了一下，确实是还蛮猛的。而这一套强势点就是靠着阿尔宙斯和达克和斥候的搭配，极限伤害可以达到170点，可以昏厥目前大部分主流的基础。哪怕是加了斗篷的1叉宝可梦，除了20大王，如果起手是宝可梦的话，就有机会在后宫的第2回合直接就可以开始让阿尔宙斯发动攻击。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速度，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一套最好是带上2张的这个叶子。如果起手是阿尔宙斯或者达克莱伊卡在前排的话，确实是比较不好受的，而且还会被对方给造成伤害，很容易在后期的时候直接被对方一个刺入给抓上来。不过这一套真的强势，还是一定起手要抽到阿尔和任意的宝宝，不然的话这一套的强势就很难发挥出来。算是一副非常强的构筑，不过也比较吃运气。如果玩的数量多的话，我相信大家一定就会遇到可能抽3张宝可梦都是宝可梦的情况，或者抽3张都是达克和阿尔的情况，就是他们2个有时候不会互相抽到。如果觉得真的是太卡手的话，可以多带1张通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或者让这个绿牌多带1个奇数，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这一套我自己其实一开始使用下来算是体验非常差的，不过基本上就和前面讲的一样，它是一个算是有点运气。你前面基本上你没有抽到宝宝和阿尔的话，你都会打得非常难受。但是你一抽到，你一知道它是强势的点哦，慢慢习惯，你就大概知道这一套会怎么打了。而花无鸟的部分就可以交给这个树懒来处理了。不过其实在排位环境，大家不一定要去完全去针对花无鸟还是什么的，因为你不是每一场都遇到，你甚至花无鸟的局直接按投降都可以快速进行下一局，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让树懒有时候大家这副卡组，我反而觉得很多时候还是卡手更多啊，大家可以跟着自己的这个情况去做调整啊。总结来说，这套卡组就是顺风绝对飞上天，卡手的话就是满地爬的一套构筑。而下一个要介绍的是我们的20大王构筑，这一套算是为了针对水军才出现的构筑，但是意外发现它在目前环境打蛮多构筑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非常的有优势，并且放了1张铁火辉夜来做搭配。最主要的功能有2个，一个是用来对付花无鸟，虽然需要投硬币，不过2次机会中1次的几率还不算是太低的，再加上本身自己有优秀的特性，可以让自己的异兽宝可梦来做撤退，在很多关键时候都是能够换场的。这套构筑由于自身前期的伤害算是不是非常高的，所以带这个头盔来做一个配合，而且头盔在面对花无鸟的时候也是一个蛮好的针对卡片。这套构筑是一个不需要后排铺场的构筑，所以前期水军如果没有忍蛙的帮助的话，是非常难打出伤害的。还有一个蛮强的搭配，就是目前蛮多数的卡组都会投入1张喷雾，在目前的版本算是非常通用的，无论是面对水军、雷公、达克鬼龙，或者刚刚介绍的达克阿尔，都是可以使用到的。最主要是目前大部分主流的这个构筑都是以基础宝可梦为主，所以是非常适合的。由于这一套是可以给我们的20大王投硬币的关系，所以搭配医术也是非常适合的，并且医术的效果大家要记得也是可以用在铁火辉夜身上的哦。铁火辉夜的技能是3颗能量投1枚硬币，如果是正面的话造成100点的伤害，因为我相信很多这个新玩家会忽略了这一点，并且在我自己的这个体感使用下来的话，我觉得乔伊小姐在前期的使用权是完全大过商药的。乔伊小姐留在后期的话，通常比较少能用到，因为后期有太多的这个志愿者卡是更关键是要用到的，像宜兴啊，或者我们的这个岳母。并且这一套在面对太阳仙子的时候也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第一点当然就是表面上的属性克制，而第二点就是这一套构筑有机会把太阳仙子的这个能量给打掉。被打掉1颗的话，其实还不算是什么问题，但是被打掉2颗的话，
太阳仙子是非常难把被打掉的能量给补回来的。简单说就是会面对能量不足的问题，因为太阳仙子是没有别的办法来这个填能的。还有一个要注意的点就是玩这套构筑的时候，没事的话不需要特地把起火灰液放置在场上，不然很容易就会被对方使用纳兹或者喷雾给强行换上场，然后直接就被对方获得1分。因为这套构筑它其实最好的点还是对方昏厥了我们的2张20大王，它才能表现它的优势。如果对方昏厥了1张我们的辉夜再加上20的话，基本上是它这一套的强势根本是没有打出来的，除非是必要，不然的话基本上都不要把铁火辉夜放上场。而下一个要介绍的是我们的雷公构筑，这一套算是目前还算蛮不错的一套雷公构筑。前期就是靠着杰拉奥拉来攻击起手，如果是杰拉奥拉的话，在目前环境真的算是蛮强的，尤其是在面对到这个水军的时候，毕竟前面第2回合能造成50点的伤害，以单卡来说算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张卡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目前单卡在第2回合能造成50点伤害以上的只有杰拉奥拉这一张罢了。别的话都是需要搭配，可能搭配宝宝啊，或者搭配进化型，才能造成50点以上的伤害。但是单卡的话，应该是只有杰拉奥拉，再加上杰拉奥拉的血量是90点，大部分前期攻击的卡片都是无法秒杀我们的杰拉奥拉的。而后期就交给我们的皮卡丘和刺猬的搭配，直接收掉对方受伤的宝可梦。不过比较害怕的情况就是对方用古芝麻打掉我们的充电神，这样子的话算是这套卡组比较劣势的情况。因为只要充电神被打掉哦，就会让这个填能的这个效率慢了比较多，导致我们的皮卡丘不一定能在关键的时候就能发动攻击。还有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就是皮卡丘如果是起手抽到的话，算是非常尴尬的，因为它在前场的话，我们就代表说我们必须慢1个回合才能发动攻击，因为我们必须让皮卡丘来做一个撤退的动作。其实可以把其中一张雷公或者敏明换成我们的这个速度药水，我自己是觉得使用下来还算是蛮不错的。当然大家可以跟着自己的情况来做调整。而敏明的话，它的优势就是它也是可以2回合直接把我们的这个水军给昏厥掉，然后再加上它是一个非常主要的这个能够自行填能的宝可梦。很多时候对局的这个能量转移都是必须要把敏明的能量转移到皮卡丘身上的。而接下来下一套要介绍的是最无辜的一套构筑上个版本的黑马太阳仙子的组合。这一套强势的点就是在于高续航和拥有不错的打点，让这一套在上个版本维持在冠军的现状。不过在这个版本太阳仙子算是蛮无辜的，像刚才介绍的20构筑，直接靠着属性克制和头盔以及扣除能量的优势，直接把我们的太阳仙子打得比较不舒服。太阳仙子在比赛面对到的话，胜率仅保持在20%左右，再加上达克阿尔直接不往续航战，直接是靠爆发来秒杀的。对太阳仙子来说，哪怕有斗篷的这个血量加成，也是扛不住的。不过这一套依然是有它非常明显的优势的，就是它的绿牌非常快，非常的稳定，并且对新手来说也是非常的友好的。再加上它本身相对于别的构筑来说，卡手的几率算是蛮低的，以及在排位算是一个蛮鱼龙混杂的环境，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牌组，这一套都算是蛮有优势的。所以其实在排位，哪怕他会害怕2系构筑，但是都还是有不错的发挥。下一个要介绍的是达克鬼龙的组合，这一套在环境算是最稳定的构筑了。面对目前主流的水军、太阳仙子和20大王，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劣势的，甚至在面对太阳仙子的时候，还是有机会拿到蛮多优势的。这一套是完全靠着大家对环境的理解来取得这个胜负的，并且在面对水军的时候，唯一能注意的点就是尽量少扑宝可梦到场上，避免被拉上去前排或者被 poke。肯定最好的起手必然是我们的鬼龙，越早能够发挥自行填能的特性，赢面就越大，并且和达克阿尔一样，都是有机会打出170点的极限爆发。不过填能的速度并没有达克阿尔来得快，不过这一套由于不需要放置非常多的宝可梦，所以有非常多的空间可以调整。伤害不足的话，就可以多放一张赤红；续航不足就可以多放一张乔伊小姐或者我们的山药。这也是为什么达克鬼龙能在现在的环境依旧非常强势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非常的灵活。这个版本谁强，它就可以多放一些它的针对卡，
谁弱他就把他的针对卡给拿下来。不过还是特地要强调一点，就是这一套对新手来说不是特别友好的。它虽然宝可梦只有2个种类，不过在面对每个构筑都会有稍微不一样的打法，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养成羁绊的构筑，但是上手的绝对是一套非常强的构筑。而最后一套要介绍的是我们的水军忍蛙的构筑，这一套我相信大家已经打到烂掉了，是一套绝对会在目前环境遇到的构筑。虽然有些玩家喜欢放花无鸟或者2只鬼龙的，不过都应对不一样的情况。花无鸟的优势就是在面对大部分的这个1叉构筑的时候，站前排可以拖非常久的回合，而鬼龙2只的优势就是在内战以及面对不铺场的这个构筑，像如果在面对到这个20道王对方不铺场，那我们的鬼龙会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马上填能。虽然会面对到这个属性克制的这个问题，不过它的伤害是相对于水军是更稳定的，并没有最强的主法，而是跟着环境而跟着改变的主法。大部分对局肯定还是把水军放在前排是最好的。第一是不容易被爆发带走，第二是还可以加速绿牌，加上大部分对局其实都很难净化2只的忍蛙，所以先保住忍蛙，让忍蛙在后排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而大部分对局都是要靠这个忍蛙的 poke 伤害，再加上次日的 combo 才能拿到这个胜利的关键。鬼龙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还是在于内战算是蛮强势的，以及在水军不能打出伤害的时候，优先养鬼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叶子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卡片，很多的对局关键撤退都还是得靠我们的叶子，靠能量的话是太拖节奏了，再加上猪背的这个补血续航，完全就是一个什么都有的构筑。总结来说，水军算是一个蛮全能的构筑，套能有绿牌、有续航、有爆发，并且不需要大量能量就能造成伤害的构筑，确实在目前的版本算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存在。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啦，不过必须承认官方目前做的平衡还算是蛮不错的，并没有每一套卡组出现后就完全碾压别的卡组的出现，也没有新卡包出现后旧卡包就完全不能玩的这个局面。而目前的环境给我的感觉就是每个构筑强势出现后，就绝对会有别的构筑来做一个 counter 的动作，让整个环境会有不断的小小的变动。虽然水军是非常强的一套构筑，但是也有蛮多副构筑在面对水军的时候都是还能够5-5开的，甚至压制水军一些。因为我有看到蛮多的这个留言啊，在各式各样的频道，大家好像对赢有一个非常恐怖的执念。不过我也希望大家了解，这只是一场游戏，大家也不要玩得太压力，胜负不是一切。过程只要享受就好了。如果觉得输得很惨的话，那干脆前期就不要去打排位赛，直接你等2个礼拜后再去打，照样是能够上到大师的，也能把全部奖励拿到。最主要不要影响自己的心情，毕竟该上课的还是得上课，该去上学的还是得上学，该工作的还是得工作。游戏只是我们这个一种发泄的模式，但是绝对不是让我们玩了这款游戏还更压力。如果真的更压力，干脆我们直接删除，或许对我们的人生规划才是更好的选择。